我爸走的时候，留给我2样东西：一张20万的欠条，一个快断气的方便面厂。厂里6个老师傅，觉得自己是方便面厂的命脉，开工前夜逼我把厂子拱手相让，满县城都在等着看笑话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我等这场硬仗等了3年。陆厂长，明儿个这火你点不着。哎呦喂，这是要干啥呀？直说。好，那我汤某人就不跟你绕弯子了。华丰隆是我们6个老家伙一锅一铲伺候出来的，你爹在的时候也得叫我一声汤哥。陆征，你出去打听打听，没我这双手，全县城谁能给你调出这汤头来？你爹当年请我3顾茅庐，你小子算个什么东西？往下说。面饼利润我们6个抽30%，面厂采购以后我女婿去办，车间里头我们说了算，你那套打卡扣钱的规矩，趁早收起来。汤把头，你们6个这是要分了厂子啊！烧你的灶去，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省城龙泰商行那笔单子，6000箱方便面，全县城谁不眼红？你一个人吃不下，哥几个帮你兜着，你也得让哥几个尝点甜头。你少拿你那套新规矩吓唬人！你睁开眼看看，这灶房除了我们6个，谁分得清老汤和新卤？完了完了，厂子这回彻底完了。厂长，你太冲动了。6个老师傅全走了，机器坏了谁会修？走了，后天6000箱咋办？雕汤凭手感，压面靠手劲儿，没师傅带，咱们根本摸不着门道。这配方跟天书似的，咱们大老粗哪看得懂这些？都安静，听我安排。这是啥？这玩意儿能顶得上老师傅？左边汤头27道工序全卡参数，右边面饼直径、厚度、油炸时间、含油率全标死。从今往后，华丰隆做面不靠手感，不靠嘴长。不靠手感，凭啥定标准？面饼厚度精确到毫米，油炸时间精确到秒，咸度看比重计，鲜度测氮含量，全套标准化，统一品质。我的娘，这是方便面还是搞实验？机器能比老师傅舌头准，我可不信这邪。以前6个师傅各有各的手法，面边有厚有薄。从今往后，华丰隆的每一包面只有一个标准。这真能行？还有一条最重要的新规，明日起，全厂薪资改规矩，底薪保温保，绩效挣高薪。每一锅合格入库即绩效1点，月底得现，上不封顶，连续3天全达标，绩效直接翻倍。啥？干得多拿得多？对，全月达标，还能翻倍？按规矩来，全额结算，有涨有罚，次品不计绩效，扣当日底薪。明早6点，想挣高薪的来领表开工。汤哥，这都第4天了，陆征那小子咋还不来求咱？哼，还在硬撑，我看他还能撑到什么时候？唉，厂长，废品堆的比后墙都高了。这铁疙瘩盯得我眼都花了，温度高2度就焦，低2度又不膨。27道工序，每道3个参数，油温就得165度，咸度必须1.6。标准是多少，就必须做到多少。浮标稳在绿线正中间才能下锅，手上动作必须跟着数据走。厂长，
这几度温差算啥呀？至于这么较真吗？舌头缠不出，龙泰的化验室测得出。6000箱里有1箱不对，退的就是整车货。看看，又倒一筐，哈哈，废品都堆得比围墙高了，哈哈哈哈。听说接了龙泰的大单子，6000箱呢。6000箱，他现在60箱合格的都拿不出。赵镇长来了，我看他怎么收场。陆征，你自己看，糟蹋了多少好面粉，费了多少我都记着账，每一锅废料全算我头上。我知道你爹走得急，厂子摊子烂，你想立威，可龙泰的6000箱，后天你拿什么发货？你去低个头，把汤把头请回来，先熬过这一关再说。请回来？对，请回来。镇长，汤把头一天能叼几锅汤？这个我哪知道。3锅，6个老师傅，一天18锅就是极限。一锅汤底最多做2000包方便面，龙泰6000箱，整整12万包。他们不吃不喝也赶不出来。退一万步，就算赶得出货，60锅汤就是60个胃。龙泰合同上写着，风味误差超5%，整车退货。到时候这笔损失谁来赔？行，我不跟你扯废话，带我去灶房看看你是怎么干的。第1天3000包，第2天800，第3天200，今天到现在不到50，4天从3000降到50。对，这丫头以前不是烧火的，5天前她连比重计都不认识，现在闭着眼也能卡准绿线。油温165，稳了。厂长，这一锅全优，一个废品都没有。您自己看，废品率现在多少？3%，还在降。日产量呢？到下班，今天突破4000包，明天还能翻倍。好小子，汤把头6个人，一天才3000包。华丰龙这厂子算是活过来了。汤哥，赵镇长指定得让陆征他请咱哥几个回去，待会儿啊有那小子好瞧的。赵站长，您都瞧见了。发工资了，下一个大篮子，本月全优48锅，底薪加绩效，合计320块。多少？320？这咋可能啊！我男人在供销社1月才35。没算错，你上月废品率全场最低，按规矩算的，1分不差。你们看，320块，我1个月挣的比我男人干快1年的。我活大半辈子，头回拿100元的工资。师傅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赵镇长把陆征撤了。不是，华丰龙发工资了。发工资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发不出来才叫新闻。那个烧火的大篮子，1个星期挣了64块钱。多少？64。他男人在矿上挖1个月才40，我亲眼看见的。他攥着钱从财务室冲出来，满院子喊，整个厂子都炸了。你听他瞎吹，临时工能挣64，供销社主任都没这个数。不止大篮子，赵四拿了48，张婶拿了56，而且陆征那个流水线，今天一天出了1200包面，一模一样的，包装封口齐的跟尺子量过一样。一天1200包，咱们6个人手最快的时候一天才出多少？现在镇上全传遍了，那些下岗的、待业，全挤在华丰楼门口，哭着喊着要报名当学徒，门都堵严实了。汤哥，要不我们服个软，回厂子里吧？
呸！哼，什么狗屁标准化！汤哥，咱就这么眼睁睁看着陆征这小子摆明了跟咱们对着干。他不是讲标准吗？那我就让他有锅没料。老华丰龙汤头，哪味料最要紧？还能是啥？大红袍花椒啊！没花椒，那汤就是刷锅水。哼！你外甥管着供销社调料库吧，让他把大红袍全锁了，一麻袋都不许卖给华丰龙。还有，镇东头那间门面，明天开业，定价比陆征的厂子低2成。我做了30年面，满县城老辈儿，谁不认我这双手？我倒要看看，谁能笑到最后。街坊们，老华丰龙手工面坊正式开张了。老华丰龙跟华丰龙啥关系？哼，没关系，他那是机器面，我这儿是正儿八经的手艺面。今儿开张，价钱比华丰龙便宜2成，老味道良心价，一尝就知道。便宜2成，划算，来4包。给我也来2包。呸！这也叫老味道？汤师傅，你出来！哎呦，刘婶儿，这是咋了？你自己尝尝，上回咸，这回辣，这就是你说的老味道。刘婶儿，这你就外行了。纯手工调汤本就是千锅千味，这才是老手艺的门道。什么狗屁千锅千味儿，我要的是方便面。汤哥，这都第3波闹事儿的了。哼，面房这点生意就是个幌子。汤哥，你还有别的法子？我要让他陆征明白，这地界到底谁说了算。想吧，全县顶级花椒全在我手里。汤哥放心，1斤都不会卖给华丰龙。油温165，咸度1.6，全优。第50锅全优了，照这速度，咱都能提前交货。厂长，怎么回事？花椒没了！厂长，没花椒就断了老汤底，到时候全县都得停。姓廖的就是汤把头堂弟。廖老板怎么说？他说产地遭灾，全县没货。可我打听了，昨天他还往汤宝头送了2麻袋，这是跟汤宝头勾结坑咱们。厂长，一旦停工，整批订单可就全违约。库里现有的还能撑几锅？最多撑到明天下午。足够了。厂长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哟，陆大厂大驾光临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我要的货呢？天灾呀！产地今年大旱，花椒树死了一半，我也急。可老天的事儿我也管不了。天灾，前天夜里你发了3车货，那是旧货，早就订出去的。送的是汤把头。陆厂长既然查得清，那我也不绕弯子。汤把头是我堂哥，你不念旧情把他踢出去，还想让我给你供料，所以你拿我给你堂哥出气。咱们这地界人情比合同大。陆征，货全在我这儿。想要花椒？行，我提3条。第一，老华丰龙面坊占华丰龙4成股，账走2本，面坊的账我自己管。第二，车间里那套仪表玩意儿撤了，调汤还得靠人手，你那帮人我替你带。第三，华丰龙的厂牌上把老字加回去，
老华丰隆方便面厂，你爹挂上去的招牌，我替你把把关。3条，你应了。院子里这堆大红包，现在就装车往你厂里送。说完了，还有别的吗？这还不够，陆征，我这3条，哪条不是替你着想？撤了那堆铁耙子，我给你把人带回来，加回老招牌。街坊们还认这个，面方占4成。你打听打听，白华镇谁不知道华芬隆的汤头是我汤某人的手艺？4成不多，你要是同意，花椒立马可以送到你场上。规矩大，还是白纸黑字的合同大？哼，白华镇的规矩你还没摸明白。第3条第4款，无故断供赔3成违约金。龙泰订单12万，违约金3万6。在这儿，合同就是张废纸。少拿着破纸来吓唬人。廖家花椒，我想卖就卖。我提的3个条件，你好好掂量。除了我这儿，你别处拿不到货。你那3个条件，一条都不作数。这么说，是没得商量了？没得谈。陆征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踏出这院门，你找不到半粒花椒，12万订单违约金，你赔定了。谁跟你说全县花椒只在廖家？老韩，是我陆征。哟，你小子咋想起我了？不废话，江湖救急，2吨茂阳大红袍现在就要。行，5天内送到。不行，走空运。啥？包飞机运花椒？陆征，你疯了吧？我出5倍空运费，今天见到现货，能不能办？行，你小子还是这股狠劲儿，我亲自押货。那是啥？铁疙瘩这么大？哎呦喂，真用飞机运花椒？这是第32锅了。哟，这么拼啊！汤把头有何贵干？包飞机运花椒，手笔够大，可惜本钱都赚不回来。你少在这放屁！怎么？我说错了，5倍运费砸进去，交货也得赔光。赔不赔就不劳你费心了。陆征，别太得意忘形，龙泰验货那关你未必过得去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明天你就懂了。厂长，这老东西肯定要搞鬼。陆征，这关要是过不去，镇上这脸可就丢尽了。放心，过得去。陆厂长，哈哈，久闻大名，我干这行10几年，头一次见把老师傅全赶走的。方经理，里边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6000箱全在这儿，方经理随便抽，有1包不合格，这批货我全担。2箱，16项指标全在范围内，真过了。这箱我亲自抽的，在册。比合同标准还严，风味偏差不到1.8%。陆厂长，续约合同我下周送过来。你这车间跟3个月前比，大变样啊！刚开张，好日子还在后头。厂长，不好了，汤把头他跪在厂门口。陆厂长，我错了。听说龙泰又加了单子，厂里忙不过来。厂长，你让我回来，不当师傅，不调汤，给你烧火、搬货、卸车，干什么都行。陆厂长，咱们好歹在一个灶房里熏了这么多年，你就让我回来给口饭吃。你脑子发昏的时候，每一件事都是冲着我这条流水线来的。你那时候想的是搞垮我，不是搞垮自己。陆厂长，我那会儿是被自己的脸面糊住了，现在我想明白了，你们那一套是正路。一个亲手拆过规矩的人，我这台机器里放不下。你不能赶
赶我走！你爹请我来的时候，你才这么高。你爹说，华丰隆的汤底全靠我，我就在锅前站了整整30年。我爹托付你的，不是私心。陆征，龙泰追加单赶不上交付期咋办？6口锅全烧红，也出不了这么多货。 6口锅确实不够，那你还敢接？不是锅不够，是整条线卡了壳。调汤能跟上，压面跟不上；压面能跟上，封口跟不上，各干各的，一大堆的半成品。可不是嘛，昨天出了8锅汤，压面只做了5锅，3锅全白费了。问题不在人，在机器。老是单锅蒸面，做1锅就得等1锅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出去买设备，换装整条流水线。临阵换枪，这可是大忌呀！万一出岔子，这单子就全黄了。要去几天？3天。3天，真能谈妥？谈不成，我绝不回厂。哎，到了省城说话别太硬。赵站长，龙泰订单不是我求来的，是他们验货后主动找上门。省城那扇门也一样。这小子说话的底气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大公司就是高级呀，咱们能行吗？你们是那个做面条的，找我什么事儿？王经理你好，我们是华丰隆方便面厂，这位是我们陆厂长，我们想来采购最先进的煮面锅。最先进的？哼，说梦话呢。那是专供大厂的设备，你们乡下小作坊哪用得上这种的高级货？我们目前有一批大单，正等着最先进的设备，钱不是问题。哼，少吹牛了，要机器。这些看见了吗？9成新的老款式，我做个人情，5万一台，便宜你卖你们。哎呦，出厂标着82年，这算9成新，价格跟新的也没差呀。我说陆厂长，省城50公里内就我有现货，你不买，还货起码等到明年。底部油方漏了，问题很大。王经理，你们这是以次充好，忽悠客户，不仅扰乱市场秩序，也砸了你们自己的招牌。你爱买不买？乡下小作坊3台旧机器都嫌贵，还想上新设备？保安，赶出去！3个月137份报告，全部不合格。灌装头精度误差太大。Zhang, wir verstechteln die deutsche Fabrik, nach Pataten zu suchen, nicht Alte Maschinen zurückzuholen. Sie halten拥有最先进的 Maschinen, 标准能达到零摩擦。德国标准误差仅0.5克，你们完全忽略温度补偿。这老外脾气也太冲了。弗兰克先生，他们不理解您的标准。机器前端离加热段太近，读数滞后0.7秒，阀门跟随错误数据调节，批次误差自然越来越大。你算哪根葱？等等，让他说。移至进疗管中段，改3项参数即可。温度补偿、阀门延迟、冷却风速，20分钟搞定。请问您是哪个企业的专家？我是白华镇华丰隆食品厂厂长。先生，明天我可以去你的工厂看看吗？随时欢迎。你真把传感器改到了进手中段？去年就改完了全套参数。厂长，今天全线灌装精度稳控在0.4克以内。太令人意外了，国产线怎么能跑出这种顶尖精度？这是流样记录，数据做不了假。陆先生，我那台 Vomatic 3000灌装线在金城港压了45天，原价42万马克。10万刚好抵掉你的仓储和资金损耗，不废话，成交。但我有条件，华丰隆做我的样板工厂。没问题，复查合格的话，这套设备在中国食品行业的代理权归我。哈哈哈哈！你做事永远直奔核心。对，金城港立刻放行。这姓钱的。他厂里就1条样机线，灌装头不通用，那他囤着干什么？等我这边缺件时高价调卖。橡胶密封圈放半年就老化，12万买2套废铁，他乐意就让他囤。白花12万，他花的不只是钱，
是半年仓库租金和一堆越来越不值钱的铁疙瘩。弗兰克先生，签合同有保质期吗？1年。正常发货到他仓库就开始倒计时。你早知道他会截胡。不知道，但我有预案。省机电研究所去年仿制过一批 Volmatic 2000罐装头，密封科改氟橡胶，耐高温比原厂好15%。我让他们打样了，3天出样品。我做15年贸易，头一次被人把后手全算好了。商战跟调机器一样，问题出现之前，把补偿参数写进系统。各位，做方便面是有灵魂的。哼，有些人偏搞什么标准化、机器化，那也配叫方便面？依我看，那只能叫化学品，半点灵魂都没有。死胖子他，养母，嘘。既然方总这么有底气，敢不敢现场比试比试？行，这是你自己找死，可怪不得别人。用我的进口仪器，我来当裁判。这谁呀？排场这么大。来者不善。陈老板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听说有现场比试，正好试试这进口仪器。加味5碗，盐度差超3倍，2碗偏咸，1碗偏淡，2碗汤色浑浊。继续。5碗盐度差，只有0.03，批次不同，数据几乎一致。手工做的才有灵魂。这5包都是什么时候产的？最早一批2个月前，隔2个月，复水时间差多少？差5秒，半年数据都在这儿。我先订一批300万箱。什么？300万箱？东南亚3国3年独家，你报个价，明天我打定金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就昨天厂子里出的事儿。走，回去再说。我做了12年食品贸易，没见过这么稳的。他们的汤看人，我们的汤看数据，就不怕别人说你没灵魂。灵魂不灵魂，舌头说了算。300万箱先试，卖得好，后续翻5倍。好，下个月我带人去你厂子里考察，随时欢迎。5倍，那是多少啊？1500万箱。厂长，300万箱的大单真签下来了！真的，陈老板亲自签的合同。300万箱，这得是多大一笔？1箱4块，这单直接1200万，抵得上咱们去年好几年的营收。厂长，我们能涨多少工资？全场工资保底翻2倍，肯干的翻3倍。刚接手这烂厂的时候，谁能盼到今天？3倍底薪，县城户口，五险一金，宿舍单间，技术骨干过去直接带班组。旺季一天干几个小时？旺季14到16个小时，多干多得。那要是身体扛不住呢？兰子姐，你想多了。正规大厂，人事制度完善，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员工。我们回去想想。周师傅，这条件不是天天有，想好了随时来省城找我。3倍工资真给啊？他能说给就给吗？那他大晚上请咱吃饭，图啥呀？图咱们手上的活呗。喂，孙经理吗？听说你昨天来白华镇了，怎么也不到厂里坐坐？对，好生招待，来了再说。
陆厂长请我来，我直说了，加位出3倍工资，包吃包住，解决城市户口，全额5险1金。愿意去的，明天就能办手续。哼，市场行为你漏了好几条，那我替你说。加位一线工人，每天至少干14小时，计件定额卡得死，喝水都要掐表，多跑一趟厕所，产量就追不上。这是个别情况，个别？那你敢写进合同里吗？回去告诉方总，工人去加位，不是卖命的。人都到齐了吧？厂长，全员都在。前2天有人开出虚假条件诱惑你们，今天我们厂颁布了新规定，即日起，老员工带新徒弟，师傅每月可拿徒弟绩效的5%提成。除此之外，资深师傅配发技术股，年底按人头分红，徒弟干得好，师傅拿得多。我来带，我干了10几年手艺，保证手把手教到位。徒弟再带新人，你的提成依旧照常叠加。我也报名，我带新人。从今天起，你们不光是来干活领工资的，你们都是华丰隆的合伙人。厂长，德国的弗兰克先生来电，明天上午带团队来我厂正式拜访。回复他，准时恭候。陆先生，好久不见。弗兰克先生，我们一直期待你们德方团队的光临。陆先生，上次说的合作，我们不是普通合作，是深度绑定合作。设备展示会上，华丰隆升级为联合主办方，你需要我做什么？你比我更懂这套技术，上台如实分享即可。没问题。现在华丰隆升级联合主办方，需要对外公开设备数据与品控记录，核心技术保密。德方设备给我们的交付量是多少？直接翻倍。说吧，你的条件是什么？只有一个小要求，希望你能在展示会公开讲解整套生产流程。绕这么一圈，就为了让我上台分享经验。我来华3年，走访40余家工厂，只有你把生产流程细化到分钟级。这套流程是我们全厂切手标准共同打造出来的。那就带上你的工人一同上台亮相。厂长，加位的方总确定要来参加展会。他来了，正好。查了1天，查出什么问题没有？方总，查不出漏洞。弗兰克是德国总部直接合作，不走国内公司，咱们的9台协议根本管不到他头上。那陆彻和德国的合作就完全拦不住？咱们的合同卡不住他们。拦不住设备，我就拦他市场。他一旦立成标杆，我还怎么做？展会是官方牵头，我们不好硬搅局。咱们能动手的就是封杀华丰隆省城商出渠道。你把那几个商超老总的电话给我。弗兰克那个展示会是不是也给我了邀请函？发了，已经确认了回复。我倒要去看看他陆征能翻出什么风浪。老陆，上个月展示会签完合同，我回去就安排发货了。设备从汉堡港走海运到金城港，比预计早到了4天，早了4天。码头没压箱。这次走的快船专线，我在金城港安排了专人接货，落地当天就装车了。你下了功夫。这套设备在日本厂装了5天还没调好，我让他们把这边的磨合期压到3天以内，但能不能压到，看你的人。老周，法兰接口的密封圈换国产氟橡胶的，原厂配的耐不了这边的温度，有备用的，我去拿。
你让人把控制柜的参数初始值调出来，我要看。给他看。你改了进料温度补偿，德国标的是0.8，这边夏天车间40度，改到1.2。好，数据稳了，正负0.3克。日本厂装了5天，你们2小时，我没找错人。厂长，新线单日产量翻了1倍。备料跟得上吗？仓储说库存只能撑10天。10天够了。老孙头人呢？厂长，省城最大的经销商万隆商行，他一个经销商，铺全价位的货。对，他跟200多家超市签了年框，价位能占满货架，全靠这条渠道。数据册都装好了，市占率、品控记录、批次流量、照片全在里边。只要他点头，咱就能打进省。厂长，出事了！陆厂长，品控数据很漂亮，这是行业顶尖水准。呵呵，我做这行20年，头一次见带检测报告来谈生意的。周总，华丰龙数据公开透明，不掺水分，只不过合作的事不急。为什么？省城商超渠道，加位的交情摆在这儿。周总，就茶凉了，换一杯吧。老周，我听说华丰龙的人找你了，你没有答应吧？没有。兄弟，我就知道咱这交情，省城市场稳拿，换合作方等于当众打我脸嘛。你怎么敢来这儿？周老板说方总请客，让我来尝尝。哼，坐，菜还热着。没有一点面粉落地，这种干净程度，我20年经销生涯第一次见。这是在记录什么？异常停机时间，精确到秒。你展会说的全程开放、透明生产，是真的？你人已经站在这儿了，行内20年，从没厂家敢把整套生产体系完全摊开给经销商看。还有仓库，看完再定吨。库位也编号，每个位置只放一批货，进出记录都能在这个本子上查出来。陆总，我们立刻就可以签合同。合作愉快。陆厂长，下周省城200多家门店全线下货，你产能顶得住吗？小问题，新线投产，产能翻倍，只管放货发货，我管够。周万龙的货多久车完？他订了7天车柜期，新货下周3进场。省城还有能用的商超经销商吗？周万龙离场后，省城商超渠道直接空了，剩下2家只做批发，覆盖不了200多家门店。华丰龙品控记录查过了，核查完毕，批次、质检、时间戳齐全，出厂流量完全匹配，没破绽。5年交情，我待他不薄，他反倒背后宠我一头。方总，去年年底那批库存销毁降账，周万龙手里也有一份。这份内部强账，他怎么拿到的？当初货品走万商行配送，他有签收，返厂会议，两边数据完全一致。去年库存躺账，立刻封存，周万龙暂时不动它。陆厂长，总部只问一件事：你们华丰龙有没有出口资质？目前还没有。德国商会正在筛选国内企业，对接欧洲进口供应链。华丰龙初审通过，直接挺进终审名单。
出口免检。没错，但终审对手很强，华北龙头国营厂海良食品，建厂比你们早20年。终审时间下个月。终审时间下个月。厂长，韩总这是摆明针对咱们，不让咱们过认证。随他，评审只认数据，不认身份背景。下个月专家组进场核验，咱们要不要翻新车间，做做样子？不需要装门面，车间照常生产，一切保持原样。那本标准化手册要不要整理的好看点儿？要的就是足够真实。那本标准化手册要不要整理的好看点儿？要的就是足够真实。连夜刷墙翻新，全员换新工服，新规调账全部上墙，天亮必须完工。韩总，品控流量有批次日期对不上，还有过期变质样品，过期样品擦干净摆回去。专家组只抽检外观，肯定不会开干核验。厂长，听说海良连夜突击整改，咱们不会吃亏吧？这厂区居然一点改动都没有，完全没有任何突击整改的痕迹。我们常态如此，不靠临时装样子。随机抽查10批流样，现场核验。陆厂长，海良食品的厂区情况，你们提前了解过吗？我不关心对手，输赢不快演戏造势，数据会自己说话。同一批次，同一生产日期，这块面饼色差巨大，你给我解释清楚。这是车间光照偏差，视觉色差，视觉误差。去年6月的过期流样都发霉了，这种次品还锁在流样柜充数，你们的品控在哪儿？韩总，现在怎么办？完了。海良食品流样体系残缺，批次溯源断层，过期流样违规留存。出口免检评审暂缓通过，整改3月后才可复报。华丰龙食品产品参数稳定，各项指标远超行业标准，评审建议全项免检，直接通过。说到底，只是你们运气更好而已。从不是运气，这是2家流量原始对比数据，输赢从来都有定论。陆厂长，你这套流量追溯系统用了多久？华丰龙建厂第1天就落地启用了。我干这行30多年，从来瞧不上纸面调账，手艺和标准从不对立。有了标准，新人也能复刻同款品质。厂长，前台转来电话，是重工设备集团，特意问咱们的面检公社进度。他们这是盯上咱的资质了。那他们打算干啥？不过是嗅到商机罢了，等着就行。他们自己会找上门。陆厂长，可算联系上您了。我是重工老刘，之前对接过设备采购。哦，优先排产，之前可说排到后年。您拿了万检资质，是优质大客户，要不我带技术员上门面谈？不用上门，把最新参数、报价传真过来。行，我立刻发。就是这加急费用，加急费免谈。厂长，方总那边有动静了，4国国商超全部取消了他的年框，这下价位可惨喽。才几天就全反水了。
华丰隆拿了免检后，这几家商超断货多久了？上个月还正常进货，这个月直接就断了。采购说免检不用验货，省事省钱，利润还比咱们高。都给我滚！还有件事，省城3家批发经销商全转向陆征那边了。我在这行摸爬20年，竟被新入行的后生逼到这份上。下周跟我去白华镇。您要去华丰隆厂里？不去厂里，只是顺路过去，随便转转。快，趁没人赶紧进。手脚麻利点，别出声。配料间在哪儿？先拍配料间。闭嘴，小点声，生怕别人听不见。3位是来摸底的吧？跟我来。怎么会有人？愣着干嘛？都被发现了，跟着走就是了。随便拍，随便看，浏阳柜、操作台、检测仪全在这儿。快拍，多拍点浏阳柜，多拍几排流向，别偷懒，拍全了。全是工艺数据，根本看不懂。看不懂也拍，方总就要这些。我浏阳拍完了，你呢？拍完了。够了，快走。怪了，真让我们随便拍。拍了这些，回去能交差吗？厂长，人走了，配料间、6样柜、手册全拍办了。监控录像要不要备份？好，把视频寄给方总。方总，5家老跑厂联名公开信已经登行业报了，欧洲合作客户直接暂缓给华丰隆打款。信发出去就好，措辞拿捏到位了吗？只质疑面检评审不公，没点名华丰隆，业内一眼就能看懂指向。行，境外客户款项能拖多久拖多久，耗着陆征。厂长，行业报登了5家厂商联名信，方总带头落款，直指免检评审有问题。我看见了，他这是要抹黑评审结果。去档案室调出免检全部原始资料，打分表、6样图、检测数据，一样都不能少。厂长，全在这儿了。从评审进场到出报告，一件没落下。通知那5家企业，明天上午10点来品控室。万一只来1家，来1家就看1家。厂长，5家联名企业联手派人到场了。陆厂长，今天我们就要核验全部评审资料，资料全部在这里，随便查。就这点东西，不会是连夜补的假酱账吧？是不是假的，你自己查。哼，这页笔记不对，分明是后来补的。刚印日期总做不了假。陆厂长，对不住，打扰了。
厂长可算走了。下次就不会这么容易让他走了。方总，联名的老厂发传真了。哦，说什么了？他们说华丰隆档案全合规，他们要退出联名，不再参与追责。备车，明天去白华镇。厂长，市检局复审通知到了，专家组现场核查，咱们要不要提前准备准备？不用，下周的食品博览会，替我留个发言席位。一个乡镇厂长也敢上台？首日废品率37%，第3天直降到3%，靠的不是工人天赋变好，是记录纠错，标准兜底。即日起，华丰隆全套管控体系，全行业免费开放。陆厂长，从前是我傲慢，这回我真服了。老陆，这场较量，我也彻底服了。厂长，现在咱们出名了，下周有7家外地厂预约来学习。正常接待，资料全部公开。那美检复审还要准备吗？底子干净，无需戒备。从没想过咱们厂子能走到今天。当初我只操心一件事，第2天的机器能不能顺利开机。如今这几条线，整整5年，从未停工。进厂学习的学员全照搬咱们的规矩，标签精准到分钟。这就是我开放标准的意义。标准不是锁在柜子里的摆设，是要让人学以致用，落地生根的。标准就是要让平凡人做出非凡业绩的。从没想过咱们厂子能走到今天。当初我只操心一件事，第2天的机器能不能顺利开机。如今这几条线，整整5年，从未停工。进厂学习的学员全照搬咱们的规矩，标签精准到分钟。这就是我开放标准的意义。标准不是锁在柜子里的摆设，是要让人学以致用，落地生根的。标准就是要让平凡人做出非凡业绩的。